这是《碟中谍1》中最经典的镜头之一，而在整个《碟中谍》系列里，这样的镜头数不胜数。它是布莱恩·德·帕尔玛的成名之作，也堪称特工电影界璀璨的明珠，更让主演汤姆·克鲁斯一战封神，使得特工伊森·亨特这个角色成为了影史上最经典的特工形象之一。接下来，我将结合自己的理解来解说《碟中谍》全系作品，深入探讨忠诚、背叛与信任之间的微妙关系，揭开特工世界的神秘面纱。故事开始，在返程的机舱内，任务归来的 CIA 驻外特工吉姆接到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。画面中的人名叫亚历山大·格里森，是美国驻布拉格大使馆馆员，但这人为了金钱偷走了 CIA 在东欧潜伏的秘密特工名单。出于安全原因，名单被分成了2份，格里森偷走的那份只有特工代号，而他计划借助大使馆举办酒会的机会，偷走记录着特工真实姓名的另一本。而吉姆的任务是拍摄叛徒偷名单的过程，跟踪他到交易地点，然后将其一网打尽。任务明确后，吉姆立刻召集手下开始制定计划。由于情况的紧急性，一旦名单全部失窃，恐怖分子、军火商和毒枭都能轻易威胁到这些特工，所以今晚的任务相当重要，容不得出任何的差池。伊森作为整个行动的先锋，负责主要任务，其他人将在外围协助他。吉姆则坐镇基地远程指挥，他们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加持，就连炸弹口香糖这种在21世纪才被大众熟知的东西，那时候也已经有了。一切准备就绪，行动开始。伊森易容成国会议员的样子，很轻松就进入到了会场。在确认了格里森的位置之后，莎拉在其头上做了标记，汉娜则站在高处，监视着格里森的一举一动。伊森和莎拉趁机来到了电梯口，进入电梯前需要先验证身份，但2名安保并没有在系统中找到指纹对应的照片，于是来到莎拉面前要求她提供身份信息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，躲在电梯上的杰克快速黑进了安保系统，并在对方2次验证完成之前，成功将莎拉的信息录入到了系统之中，顺利通过了验证。Sorry, sir. Thank you. Have a nice evening. Thank you. 在通过电梯来到资料室后，伊森将带有摄像头的眼镜对准电脑的方向，两人配合调整好角度。这时汉娜报告，格里森朝他们的方向去了。接到指令的两人准备撤离，可电梯却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杰克也无法解决这种情况。这时格里森已经走进了电梯，吉姆见状只能远程帮他们打开了电梯门，两人来不及多想，直接跳了下去，而电梯停止的高度也给了他们足够的安全空间。格里森走进了资料室，径直来到了电脑前，拿出硬盘插入电脑，开始下载名单，却不知自己的举动已经被人全部记录了下来。He's got it. All right. 伊森脱掉外套，揭掉了脸上的假皮，和莎拉来到了外面。两人伪装成情侣躲在一旁，等待着格里森出来和买家交易。可这时电梯却莫名其妙开始上升，杰克尝试了各种方式，也不能让其停下来。I don't have control, Jack. Oh, then I got a problem. Cut the power, Jack. Come on, Jack. Jack? Uh-huh. 杰克的画面消失了，这也就预示着他牺牲了。伊森有些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。这时格里森也已经从资料室走了出来，为了不再出现意外，吉姆打算亲自下场。然而在通过一座大桥时，吉姆却发现身后有人跟着自己，于是下令终止任务，因为他察觉这次的任务可能是个陷阱。但亲眼看着到嘴的鸭子飞了，伊森非常的不甘心，他让莎拉盯着目标，自己打算去和吉姆碰面，他们得重新制定计划，拿回硬盘。可路程刚走到一半，伊森就通过耳麦听到了枪声，紧接着在视频看到了吉姆中枪的画面，于是他果断加快速度冲上了大桥。然而就在他赶到的前一秒，吉姆却翻下了大桥，一头栽进水中不知去向。伊森赶到后，看着空空如也的水面，心里慌极了。反应过来的他立刻通知莎拉终止任务，可并没得到莎拉的回复。察觉不妙的他开始往回赶，却意外遇到了接应队员的车发生了爆炸。伊森没敢多做停留，继续朝着莎拉的方向冲去。可等他赶到时，却只看到了死去的格里森和奄奄一息的莎拉。临死前，莎拉将凶手的匕首塞给了伊森。这时他看到水面上警卫队赶到了，伊森不舍，但不得不离开。在翻找了格里森的衣服并没发现硬盘后，翻过了身边的木门离开了现场。他来到了一处电话亭，立刻将发生的情况汇报给了 CIA 负责人齐佐治。得知行动失败，齐佐治约他到最近的应急点见面。等到伊森坐下之后，齐佐治掏出护照和信用卡放在他面前，让他先去兰里避下风头，总部会派人去听取这次任务的详细过程。伊森表示自己会照做。随后齐佐治说，今晚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特工。这句话却引起了伊森的注意。 Why was there another team? I don't quite follow you.
虽然齐佐治不承认，但伊森还是发现了端倪。此时这家咖啡馆的很多人，他都曾在大使馆举办的酒会现场见过。伊森想知道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。齐佐治见瞒不下去了，于是说出了事实。原来这2年他们对外执行的任务经常遭到破坏。前几天他们又在互联网上得到了一组消息，是由一个名叫马克思的军火商发出来的。这个马克思有2个独特的天赋：隐藏身份和收买特工。而这次他们内部似乎有人被他攻陷了。马克思想利用这人拿到那份秘密名单，对方甚至知道他们今晚代号314的任务，于是 CIA 便制定了一个将计就计的计划。The list Clayton stole was a decoy. That's correct. The actual list is secured Langley. Golitsyn was a lightning rod. He was one of ours. This whole operation was involved. 可伊森不知道，如今的他却成了怀疑对象，因为其他队员全都死了，并且伊森死去的父亲卡里莫名其妙多了12万美金，这无疑再次加深了他的嫌疑。伊森听后知道有人陷害自己，但为了揪出那人，他从兜内掏出了那枚炸弹口香糖，捏在一起后迅速扔向了旁边的鱼缸。伊森则趁着所有人全都陷入混乱之时，快速起身朝远处逃去，然后独自一人回到了小队的安全屋。进入房间之前，他脱掉外套，摘下了旁边的灯泡，用衣服包好将其捏碎，撒在门口的走廊上，这才安心的返回房间。从旁边货架上的花瓶中拿出一把手枪，装好弹药，坐在电脑前正准备行动时，却想起了齐佐治给他提的那个名叫麦克斯的军火商，于是将这个名字输入进系统，却发现找不到这人，就连那个代号314的行动也并不存在。伊森有些焦头烂额，可一抬头却注意到了不远处的圣经。他记得圣经里有一篇文章叫约伯记，在第3章第14页有可能藏着线索，于是在拿到书本后找到了对应页数，在系统中搜索了圣经2字，发现相关信息有126项，又搜索了约伯记，竟然蹦出一个窗口，在窗口中输入对应页数和章节后，又跳出了邮件页面，这就证明叛徒的代号很可能叫约伯。于是他尝试着用约伯的身份向马克思发去了一份邮件，内容是货物受到污染，非常危险，千万不要用。这一段中有人觉得伊森没有输入地址就发邮件，有点不太严谨，但其实当跳转到邮件页面那一刻，就已经说明了叛徒在之前就做好了发邮件前的一切准备。言归正传，伊森在发完邮件的同时，一阵倦意袭来，但这时他却听到了门口玻璃渣碎裂的声音，而回来的竟然是吉姆的妻子克莱尔。他清楚地记得克莱尔坐在那辆爆炸的车里，可如今却活着回来了。伊森觉得他就是那个叛徒，于是将他从头到脚搜了一遍，并没有发现可疑之物，然后又将他按在床上逼问。克莱尔一直在说自己在听到吉姆终止任务的指令后就离开了那辆车，而回到这里是任务之前他们就做好的计划。伊森听后反应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相信了克莱尔。随后他将和 CIA 负责人齐佐治之间发生的事告诉了克莱尔，如今的他已经被认定是那个叛徒，甚至还背了偷走机密名单的黑锅。克莱尔表示他可以亲自回总部说明一切，但伊森告诉他，齐佐治只会认为你是我的同伙。这时突然传来了邮件提示音，竟然是马克思回信了，信息内容是约他见面。这下有一点可以证明了，叛徒的代号就是约伯。手下在接到伊森后给他戴上了头套，没过多久就将他送到了马克思面前。伊森开口就要15万美金，听完的马克思大笑了起来，觉得他在开玩笑。Why not? You gave Job 125. 这时马克思也反应了过来，眼前之人并不是约伯。伊森告诉他，约伯给他的硬盘一文不值，那是个诱饵，用来清除内部叛徒用的。可马克思听后却根本不信，于是伊森直接告诉他，自己曾经也是神秘特工名单中的一员，但现在被赶出来了，全都是拜这个叛徒约伯所赐。伊森还警告他，那份假的硬盘里肯定装了定位芯片，只要打开硬盘他们就会遭到围攻。马克思半信半疑，但最终还是让手下打开了硬盘，同时又派人到阳台上盯着。果然很快就有一辆面包车停到了楼下，紧接着一群穿着白色雨衣的人冲上了楼，开始分散在周围查找。但等他们进入马克思的公寓时，他早就带着伊森和手下从后门逃走。扑了空的齐佐治有些生气，他知道伊森是个难缠的主，于是命人另辟蹊径，从伊森的家人身上下手。而经过刚刚的事情之后，马克思终于相信伊森说的都是真的，并承诺会给他600万，以此来购买完整的特工名单。但伊森报价1000万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要马克思在事成之后将约伯交给自己，他得为自己洗脱罪名。回到基地后，伊森从系统中找出了那些被 CIA 开除的人名单，他现在需要帮手。于是电脑高手老黑和顶级杀手克里格被伊森纳入麾下，两人的战绩都相当出色。老黑曾入侵过北约强大的幽灵网络系统，而克里格则驾驶直升机偷盗过银行。可当他们得知伊森的目标是 CIA 总部的资料库时，两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叹之声，因为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架不住伊森给出了无法拒绝的报酬，最终他们决定陪伊森走一趟。接下来就是制定计划，由于存储名单的电脑放置在保险库中，被允许进入房间的人都需要接受一系列的检查，首先是声音和密码识别，而这只是进入了最外层的空间，接下来还要通过视网膜扫描，并配合双精度电子密钥卡，
才能解除入侵防御系统。进入保险库后，里面有3套系统在同时运行。第一个是声音感应系统，稍微大一点的声音都会触发它。第二个是温度检测系统，未经授权进入室内的人体温度会引发报警。而整个温控系统是由离地面30英尺的空调控制的，出风口由激光网防护着。最后一个是装在地面的压力传感装置，重量稍微变化都会将其触发，甚至连几滴水都会引发报警。而任何一个系统被触发，整个房间都会自动封闭。And you really think we can do this? We're going to do it. 随后，他们伪装成一群消防人员进入到了 CIA 总部，老黑则黑进外围安防系统，控制资料室旁边的区域发出火警通报。安保队长迅速带着他们冲上了楼，克莱尔则趁机躲进了旁边的房间，化妆成一名工作人员走了出来，来到餐厅，坐在了数据库管理员沃克身边，趁其不备将猛料加到了他的咖啡里，然后又悄悄将一枚定位芯片粘在了他的背上。沃克似乎有所察觉，但看到克莱尔美艳的外表后，刚刚的疑虑瞬间烟消云散。老黑通过定位芯片随时观察着他的动向，这时安保队长却发现了异常。Hey, there were 3 of you. Who's the other guy? Zero body count. 收拾掉安保队长之后，两人开始相互配合，借助吸盘爬上了通风管道，并在不久之后来到了资料室上方，看到了被激光网格封住的通风口。伊森拿出了特殊装置，挡住了两边的光束发射口，顺利将其破解。为了应对音感系统，伊森在手臂上安装了分贝仪，接着便开始小心翼翼地朝着资料库下降。克里格则在顶上控制伊森的下降速度。刚刚接近存储资料的电脑，老黑就发出警告，因为此时的沃克正朝着他们的方向接近，并且打开了第1层防御系统，来到了视网膜扫描仪前。情况危急，伊森只能快速升高。下一秒，沃克就推开门走了进来。伊森强忍住不发出任何多余的动静。沃克打开电脑，刚刚登录完信息，就突然抱着旁边的垃圾桶呕吐了起来。显然，克莱尔的猛料起作用了。身体不适的资料员抱着垃圾桶走了出去。伊森便继续行动，到达一定高度后，迅速翻身踩上了控制台，将解码器放在了主机上。通过解码器，老黑很轻松就破解了登录资料库所需的账号和密码。伊森成功进入资料库，但看到页面的老黑脸色却变了。Holy mother of God. 伊森拿出硬盘，将下载好的名单全部拷了进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通风管内竟然出现了一只老鼠，并不断靠近克里格。伊森刚打算将拷好的硬盘拿出来，就差一点点，好在这次上帝眷顾了他们。资料员在舒服一些以后，打算重新返回资料库。老黑立刻将情况同步给伊森。撤离的过程中，伊森拿走了硬盘和解码器。 Keep moving. Moose. Miss. 资料员刚一进门，就注意到了操作台上的匕首。看着手中的匕首，资料员都懵了。他抬头看去，通风口没有任何异常，反而电脑中出现了一条下载记录，瞬间天都塌了。而伊森也在通风管扔了一枚烟雾弹，趁着混乱带着克莱尔离开了 CIA 总部。很快，齐佐治就得知了名单被窃取的消息，他让知道实情的高层封锁消息。 What about him? I want him manning a radar tower in Alaska by the end of the day. Just mail him his clothes. 拿到名单后，最难的部分算是结束了。伊森再次给马克思发去了消息，可这时克里格却走了过来，一把扔掉了他身边的圣经。他以为伊森要独自去面见买家，甚至还拿出硬盘威胁，必须带自己一起去。结果伊森转身又拿出一个硬盘，并告诉克里格他手中的是空的，甚至还当着他的面表演了一场魔术。最终在克莱尔的腰间摸到了那个硬盘，这是在告诉克里格他手中的硬盘早被自己掉了包。反观克里格，他竟然就相信了伊森说的话，气愤地扔掉硬盘走了出去。下一秒，伊森长出了一口气，然后从垃圾桶捡起了那枚硬盘。Krieger did have an uncles? I want you to hold on to him. What makes you trust me? 这次他要将硬盘交给老黑，并要求老黑在明天交易时阻止马克思拷贝名单，因为名单一旦流出，对于 CIA 来说将会是灾难，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因此失去生命。刚给老黑交代完，伊森就听到克莱尔喊他，于是跟着走进了房间，却听到了新闻中播报的内容：一个贩毒集团的首脑和他的小叔子不久前被缉毒局成功逮捕，而所说的这2名毒贩正是伊森的家人，这无疑触碰到了他的底线。于是冒着倾盆大雨，伊森来到了不远处的电话亭，将电话打给了齐佐治。在听到是伊森之后，齐佐治让手下找出他的精确位置，然后开始敷衍伊森，拖延时间。伊森没有回答，反而告诉他自己如果是杀死5名同事的凶手，那母亲和叔叔被抓对自己不会有太大影响。说完看了一眼大屏幕上的时间，果断挂掉了电话。
齐佐治没能成功找出他的位置，就差了3秒。同是 CIA 特工，伊森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的手段？然而就在伊森准备离开时，眼前却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没错，正是吉姆。回去后，吉姆告诉伊森，当初朝他开枪的是齐佐治。听到这个消息的伊森相当惊讶，但他并不认为齐佐治有时间作案，反而吉姆的出现似乎给出了答案。没错，他认为是吉姆控制电梯杀死杰克，然后又在桥上朝自己开枪，故意让伊森通过视频看到了他满身是血，紧接着跳进湖中，让一切变得扑朔迷离。这时伊森又想起了克里格使用的匕首，和莎拉死前递给他的一模一样。显然克里格是他的帮凶，而汉娜的死就更好说了，是克莱尔远程遥控引爆了车子，炸死了他。还有一点可以证明，当初他在吉姆办公室找到的那本圣经后面标注着一句话：犹太勇士放置于芝加哥德雷克大饭店，也就是说这本书来自于那家德雷克大饭店。伊森还记得任务开始前，吉姆刚从芝加哥执行任务回来，住的刚好就是这个德雷克大饭店，而这本书又恰巧隐藏了约伯和马克思的联络方式，显然再次证明吉姆就是这个约伯无疑。瞬间所有事情都说得通了，原本疑惑的点这一刻也全都明了了。但为了让一切大白于天下，伊森打算将计就计。他告诉吉姆自己拿到了名单，并表示明天在开往巴黎的火车上，自己会将名单交给马克思。这么说只是想让吉姆有所准备。第二天又匿名给齐佐治发去了一份邮件，里面是2张火车票，还附带了一块可以视频的手表。How long to the London terminus? 25 minutes. You've got 10 minutes. Move! 中午时分，车上的马克思收到伊森的电话，他需要的东西就藏在他屁股下面。马克思摸了一下，确实摸到了一个黑色的包裹，打开拿出硬盘塞进电脑之中，发现正是他们想要的文件。马克思有些激动，立刻将钱存放的位置告诉了伊森。没过多久，齐佐治也上了车，在车厢溜达时被克莱尔注意到。此时的马克思正在想办法传输名单，但网络异常无法传送。可他不知道，不远处的老黑正在对他的电脑进行定向干扰。然而就在老黑得意洋洋之时，却突然看到了走来的齐佐治，于是将装有干扰器的电话换了个方向，起身拿着电脑就准备离开。结果没走2步，一名服务员就将他留下的电话送了上来。老黑无奈只能接过。然而他刚刚离开，马克思这边的传输信号变正常了，于是他拿出手机给约伯打了个电话。He's in the baggage car. 克莱尔也将齐佐治在车厢的消息告诉了伊森，伊森让他来行李车厢找自己，说自己和钱都在那里。收到消息的克莱尔刚一动身，就被身后的齐佐治注意到，但他并没有打草惊蛇。克莱尔到达行李舱后，看见的却是吉姆。Ethan's right behind me. Listen, Jim. He said such a good idea to kill him. Kittredge is here. We take the money. Ethan takes the blame. No one else has seen you alive.No one will believe him. 下一秒，伊森撕掉了脸上的面具，克莱尔愣在了当场。这下没有任何悬念了，发生的一切都是这对夫妻搞的鬼。紧接着，吉姆就举枪从旁边走了出来。克莱尔很疑惑，伊森是怎么知道吉姆还活着的？而吉姆更想知道的是，伊森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还活着的 Before London. But after you took the Bible from the Drake Hotel in Chicago. They stabbed it, didn't they? Those damn Gideons. 但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，只要杀了伊森，没人会知道自己还活着。但听到这话的伊森却戴上了那副高科技眼镜。吉姆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，因为齐佐治已经通过视频手表看到了他的脸。I'm not the only one who's seen you alive. 吉姆有些气急败坏，转身干掉了还在为伊森求情的妻子。伊森扑上去想要制止，却被吉姆3拳2脚打翻，然后逃之夭夭。反应过来的伊森来到克莱尔身边，却发现克莱尔已经没了呼吸。这一刻怒火到达了顶点，赤手空拳的他爬上车顶，打算去拦截吉姆。而此时天上的克里格也驾驶飞机赶了过来，准备接应吉姆。吉姆则凭借吸盘缓缓爬向车尾。伊森见状冒险开始朝他移动。就在吉姆即将抓住飞机缆绳的那一刻，伊森果断松开手扑了过去，抓住缆绳后直接将其锁在了列车上。可刚嘚瑟了2下，就被吉姆一脚踹了下去。前面不远处就是隧道，可飞机根本没法挣脱，于是只能跟随列车一起冲进了隧道。而进入隧道后，名单传输也被打断了。列车员看到一架飞机跟在后面，整个人都懵了，迅速将情况通报给上级。而吉姆则抓住伊森自顾不暇的机会，成功解开了束缚飞机的缆绳，然后来到车头，抓住起落架爬上了飞机。看见伊森也脱离了危险，克里格便控制直升机螺旋桨靠近伊森，打算用这种方式将他杀死。但飞机却碰到了隧道顶端，克里格只能赶紧控制飞机，而伊森则抓住机会，全力一跳也爬上了飞机。就这样，两人双双挂在飞机的起落架上。当着吉姆的面，伊森从兜内掏出了炸弹口香糖。Green light！飞机瞬间发生了剧烈爆炸，吉姆和克里格连同飞机一起砸在了列车轨道上，大火熊熊燃烧，残骸朝着伊森冲了过来，最终和车屁股撞在了一起。断裂的螺旋桨差点就划破了他的动脉，但最终他还是躲过一劫。
列车停后，在老黑的帮助下，齐佐治控制了马克思，阻止了机密名单泄露。可以预见，马克思的后半生要在监狱中度过了。故事的最后，伊森的母亲和叔叔被无罪释放，而老黑也因这次出众的表现，得到了齐佐治的肯定，重返自己的特工之路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疑惑，欢迎评论。下一部咱们再见，此剧结。